这是个2000年的老旧登山包，在凡人眼里早该烂在荒山，毫无用处，风吹日晒被丢弃才是它的最终宿命。可在你看到它的第一眼，拼着元神受损的代价也要从荒山取回它。旁人都觉得你疯了，为个破包不顾身上的伤，可他们不知道这包里装着你与地球唯一的牵绊。那部仅剩1%电量的诺基亚手机里，有你2000年的执念。轰隆一声巨响，炸碎青州郊外荒山的死皮，你整个人像出膛的炮弹，从布满蛛网的山洞里横飞而出，狠狠嵌进岩壁，碎石簌簌往下掉。你咳着金色液体撑碎岩壁落地，剑眉星目，古装长发沾着尘土与金色污渍。你是宁晨，刚从修真界闯回来。2000年前，你高3毕业来这探险，踩中上古传送阵穿去修真界，摸爬滚打2000年，狗成元婴期宗门老祖。偏偏传送阵2000年一开启的瞬间，你遭了神秘人偷袭，你完弓碎裂，元神重创，丹田破漏，连传送阵都被轰得稀碎，地球灵气贫瘠到近乎为零。你这伤在这根本修不好。说白了，你现在就是个只剩电量没法充电的充电宝，灵力用一点少一点。紧接着，你瞥见了脚边那个土黄色登山包，是你2000年前丢在这的，居然完好无损。下一秒，包里传来手机震动，你瞳孔骤缩。2000年，就算是诺基亚也不可能待机这么久。你一把掏出手机，电量只剩1%，屏幕上跳着2个字：老妈。鼻尖猛地一酸，在修真界步步惊心2000年，父母这2个字早成了封在记忆最深处的执念。你扫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，2025年8月29日，人直接懵了。修真界2000年，地球居然只过了一个暑假，要不是体内那身移山填海的修为还在，你都要以为这是濒死的幻觉。你抖着手指按下接听键，声音哑得厉害。崽子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赶快这2天是不要命了！你耳朵聋了是不是？说话啊！能再听到你的声音，挺好的。你现在到底在哪儿？受伤没有？怎么不回家？你笑了，这地球对现在的你来说就是个纯新手村，徒手拆坦克一件斩飞机都是小车，要不是怕耗灵力，你能直接把这颗星球翻个底朝天。电话那头你妈匆匆交代，马上开学了，记得去青州找你乔姨，我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。电话挂断，你满脸无语，让一个元婴期老怪去上大学，这不纯扯淡吗？但你也记起来了，乔姨是你妈的闺蜜，嫁了青州富商，听说你考上青州大学，主动让你住她家，你妈那意思明摆着是想撮合你和乔姨的女儿。下一秒，你念头一动就想腾空而起，可刚感受到体内那点缓缓流失的灵力，只能咬着牙落回地面，老老实实步行出山。元婴老祖的脸今天算是丢尽了。中午，青州火车站旁的咖啡馆，你刚推开门，就听见2个女生的声音，一个软乎乎的女生趴在桌上哀嚎：“怎么还不来啊，舒言？我咖啡都喝完了，肚子都饿扁了，要不打个电话催催吧。”另一个清冷的女生满是不耐烦：“电话根本打不通，再等5分钟，不来我直接走了。”真搞不懂，我妈非让我来接这个宁晨，我下午猫咖都约好了，谁让他是你妈好闺蜜的儿子呢？软乎乎的声音突然坏笑：“对了，舒言，你说乔阿姨是不是想撮合你跟她了？”小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清冷女生瞬间炸毛：“一个小县城考上来的，我妈怎么可能看得上？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万一人家是个大帅哥呢？那倒是可以考虑谈个恋爱，结婚就算了。”渣女，你挑了挑眉，走到那软乎乎的女生身后，开口：“你是乔姨的女儿许舒言吗？”那叫姜糖的女生跟被踩了尾巴的兔子似的，直接从椅子上弹起来：“你谁啊？干嘛突然冒出来？”对面的许舒言看着你一身沾着泥痕划痕的衣服，背着个土的掉渣的登山包，脸瞬间僵了。说好的帅哥呢？这乡巴佬，他脸都皱成了包子。下一秒直接把姜糖往前一推，伏在他耳边飞快地说：“江湖救急，回头送你支口红。”姜糖眼睛一亮，小声回：“3支，纪梵希的。”成交。你站在原地，面无表情。这俩小姑娘真当你元婴老祖的耳力是摆设？姜糖立刻转过身，冲你笑得一脸灿烂：“你好，宁晨同学，从东洋大老远过来辛苦了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”边吃边聊，你揉了揉肚子，点头：“也好，倒不是饿，是泥丸弓碎了，灵力一直在悄咪咪漏。虽说这点损耗9牛1毛，但长此以往，你这身修为迟早得废。”谁能想到，堂堂元婴期修士，有朝一日居然要靠吃凡食稳住修为。出了咖啡馆，许舒言掏出车钥匙，按开了路边的保时捷帕拉梅拉，斜着眼睛瞟你，那眼神明摆着等着看你两眼放光的样子。可你只是扫了一眼，淡淡点头：“不错，就是太慢了。”许舒言瞬间就炸了：“慢？请问宁同学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？你随口就来？我没车，一般腾云驾雾，偶尔遇见。”姜糖直接笑喷了：“同学，你修仙小说看多了吧？也太可爱了。”许舒言翻了个巨大的白眼，心里直接给你贴了个爱装杯的白痴标签，没好气的说：“你嫌我的车慢，那你自己打车，我们比谁快。”你一脸无所谓：“可以。”许舒言没想到你真敢接，眼睛都亮了，立刻加码：“我们去城西银泰城吃饭，离这6-7公里，谁输了谁请客。你想比就比。”你语气漫不经心，像大人看闹脾气的小孩。不过提前说好，我胃口很大的。许舒言最烦你这副爱搭不理的样子，咬着牙笑：“好啊，银泰城1号门见。”话音刚落，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，他心里得意的不行。本小姐青州本地人，路熟的不能再熟，还先出发，这顿饭你请定了。副驾的姜糖一脸担心：“舒言，你就这么把他扔下了？人家第一次来青州，人生路不熟的，乔阿姨知道了要揍你的，怕什么？这么大个人还能丢了？”许舒言冷哼一声，心里却嘀咕：“白痴，认个怂上车不就完了？非要逞能。”他们车刚拐过路口，你原地化作一道残影，直接消失在原地，速度快到路边的监控连个影子都拍不到。元婴期修士在城市里穿梭，光靠肉身脚力就够了，根本犯不上耗灵力。2分钟不到，你就站在了城西银泰城楼下，其中1分半钟都用来问路，毕竟能不动用灵力就绝对不动。15分钟后，许舒言和姜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银泰城1号门，笑着击掌：“耶，赢了！”可他们抬头找了一圈，连你的影子都没看见。许舒言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，气得直跺脚：“该死的家伙，又让我等！本小姐这辈子等人都没等过这么久。”姜糖突然脸色一变：“哎呀，舒言，西西也有个银泰城，他该不会跑那去了吧？”许舒言人都麻了，咬牙切齿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你的号码：“是被人贩子拐了，怎么还没到？”“我到了。”“啊，你到个屁！我在1号。”
抬头往上看，许淑妍一愣，猛地抬起头，就看见5楼的户外走廊上，你双手插兜，正垂着眼睛看他。江棠直接惊呼出声：“淑妍，你看，是宁晨，他什么时候上去的？”许淑妍脸都气红了，挂了电话，拽着江棠就往5楼冲，一到你面前就炸了。宁晨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，白让我等了这么久，知不知道本小姐最讨厌等人了？你淡淡一笑，到了老半天了，看你们太慢，就自己上来点餐了。你们到了刚好上菜。对了，我点了不少东西。许大小姐，你不会反悔吧？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？许淑妍瞬间愣住，随即冷笑：“胡说八道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一定是作弊了。”江棠也跟着帮腔：“没错，我们走的是最近的路线，你肯定是提前打电话给餐厅，趁我们等你的时候偷偷溜上来的，对不对？”宁晨，你看着挺老实，没想到这么狡猾。你摇了摇头，直接把服务员叫了过来。服务员连忙点头哈腰：“2位美女，这位帅哥确实15分钟前就到我们店里了。”不可能！江棠眼睛都瞪圆了，15分钟前他还在火车北站呢，除非他会飞。服务员一脸尴尬，话都不敢接。算了，小唐，他赢就赢吧，一顿饭而已。许淑妍摆了摆手，心里却认定了你是给了服务员好处才帮你圆伙，对那点仅存的好感彻底清零。心机这么重的男生，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可等他跟着你走进包间，看到满满一桌子菜的时候，人直接傻了。火焰牛排、雪花鱼翅、海参汤、木瓜炖金丝燕、清蒸东星斑，甚至还有一整坛佛跳墙。什么情况？走错包间了。江棠的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。服务员连忙指了指你，都是这位先生点的。宁晨，许淑妍彻底暴走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指着你鼻子就骂：“我跟你有什么仇？你故意整我是吧？想不到你是这种人。”你一脸无辜的耸耸肩：“我都说了，我胃口很大，你不愿意请也没关系，我自己掏钱，用不着。”我许淑妍愿赌服输，她直接从包里掏出一张镶钻黑卡，甩给服务员结账。服务员连忙递上 POS 机：“美女您好，我领取者，一共5200，刷卡结账，一气呵成。”许淑妍狠狠瞪了你一眼，撂下一句：“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谢谢。”拽着江棠就往外走。5000块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可他长这么大，从来都是众星捧月，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耍过？你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喊了一句：“喂，不留下来一起吃点吗？”没人理你，你看得出来，江棠那小丫头眼睛都快粘在菜上了，硬是被许淑妍拖走了。你也没在意，坐下来就开始吃，味道还行，就是一丁点灵气都没有，跟嚼蜡没区别。难不成以后都要靠这玩意儿续命？你叹了口气。另一边，许淑妍一路走一路骂，把你从头到脚数落了个遍。江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拉了拉他的胳膊：“淑妍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吃吧？这个点每家餐厅都要排队，更何况那是你付的钱啊！”许淑妍脚步一顿，瞬间反应过来：“对啊，我付的钱，我凭什么不吃？”他立马转身就要往回走，不料迎面撞上一个穿一身名牌、染着黄头发的男生。那男生看见他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跟见了肉的狼似的。“淑妍，好巧啊，你也在商场，咱们也太有缘分了。”许淑妍看见他，眼底瞬间闪过一丝厌恶。“陈志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这陈志豪是他高3同学，出了名的校霸，家里有钱有势，在学校里横行霸道，也是他众多追求者里最烦人的一个。当然是来玩的。陈志豪压下眼里的龌龊，摆出一副绅士的样子：“淑妍，还没吃午饭吧？正好有一家新开的米其林2星法餐，我订了位子，赏个脸呗。小唐，你也一起。”他的目光落在江棠身上，那点心思藏都藏不住。许淑妍正想拽着江棠走，江棠突然凑到他耳边，眼睛一转：“淑妍，不如把陈志豪带过去，以他的性命，肯定要跟宁晨狗咬狗，咱们就在旁边看笑话，不好玩吗？”许淑妍眼睛瞬间亮了：“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小唐，你太聪明了。”他立马转过身，给了陈志豪一个僵硬的笑：“志豪，不如我请你吃饭吧。”陈志豪直接傻了，以为自己幻听了，女神叫他志豪，还要请他吃饭。天呐，他有戏了！他压下心里的狂喜，连忙点头：“好啊好啊，淑妍，咱们去哪儿吃？跟我来就知道了。”许淑妍冲他笑了一下，一转头就翻了个巨大的白眼。陈志豪跟在他身后，屁颠屁颠的找话题尬聊，还偷偷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把约好的妹子直接晾在了卫生间。等他们推开餐厅包间的门，你正埋头干饭，桌上30多道菜已经下去了一半。陈志豪刚想问是不是走错了，就听见江棠故作惊讶的喊：“天呐，宁晨，你属猪的吗？这么能吃？”许淑妍也看傻了，这才离开10几分钟，他居然吃了这么多，他是真的饭桶，还是故意倒了？你停下筷子，抬眼看他们，你们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许淑妍抱着胳膊，冷哼一声：“我买的单，我回来吃点有错吗？要你管！”等一下，陈志豪终于反应过来，脸瞬间黑了，指着你就问：“淑妍，这小子谁啊？”他叫宁晨，是我妈妈好闺蜜的儿子，今天刚从东阳来青州，我妈让我招待他一下。许淑妍慢悠悠地说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陈志豪的脸更黑了。老子好不容易跟女神独处的机会，你一个乡巴佬在这儿胡吃海喝，算怎么回事？他上前一步，重重拍了拍你的肩膀，语气里全是威胁：“哥们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就可以走了。我和淑妍还有正事要谈。”你没理他，继续啃手里的柠檬鸡腿。嘿，哥们，跟你说话呢。你伸手抓过另一只柠檬鸡，撕下来个鸡腿。哥们，这样我给你2000块钱，你去别的地方吃，行不？你喝了一口芙蓉汤，淡淡点评：“盐放少了。”陈志豪彻底炸了，老子跟你说话，你当耳旁风是吧？他猛地抬手，一巴掌把你手里的半只柠檬鸡打飞了出去，汤汁溅了一地。我让你吃！江棠拉着许淑妍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里全是兴奋。淑妍，好戏开场了。可他们预想中的你被揍的场面根本没出现。下一秒，你直接站起身，一把薅住陈志豪的头发，反手就把他的脸狠狠摁进了面前那盆鲫鱼汤里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气泡疯狂往上冒。陈志豪手脚乱蹬，嘴里的骂声全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呛水声，整个人拼命挣扎。可你那只手就跟铁钳似的，纹丝不动。他的挣扎越来越弱，眼看就要晕过去。天呐，他力气好大，江棠嘴都合不上了。许淑妍也慌了，赶紧冲上来拉你：“别，快松手，要出人命了！你本来也没想下杀手，就是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一个教训。你松开手！”陈志豪跟滩烂泥似的滑坐在地上，疯狂咳嗽，嘴里鼻子里全是鱼汤和鲫鱼籽，狼狈的跟条落水狗似的。你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声音冷得像冰：“记住了，我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。”你抬手把陈志豪的脑袋又往鲫鱼汤里狠按了一把，随即坐回座位，头都没抬，继续扒拉面前的大餐。你懒得跟这种货色耗时间，一口吃够量，用真气压缩在胃里，好歹能顶几天灵
灵气消耗，哪怕这些世俗吃食的灵气稀薄的可怜，聊胜于无。下一秒，陈志豪扑通跪倒在地，嘴巴和一只鼻孔疯狂往外喷鲫鱼汤，另一只鼻孔还塞着颗硕大的鱼眼，脸上扎着好几根鱼刺，疼得嗷嗷直叫。姓宁的，你等着，有种你别走！他顶着满头白花花的鲫鱼肉爬起来，眼神怨毒的要滴出水来。多少年没在女神面前丢过这么大的脸，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！你缩着螺蛳粉，眼皮都没抬，漫不经心甩了一句：“行，你去叫人吧，你等着。”陈志豪摔门就冲了出去，紧接着他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喊来服务员，把桌上的饭菜全打了包。等陈志豪换了身衣服，带着5、6个混混骂骂咧咧冲回来的时候，你早就带着许淑妍和姜糖没影了。饭店里，陈志豪一脚踹在门上，整个人气的暴跳，扯着嗓子放狠话，说要让你在青州混不下去。可你压根没把这货放在眼里。车子驶进青州有名的富人区绿城玫瑰园，你扫了一眼周遭，这里的灵气比闹市浓上一丝，倒是意外之喜。后视镜里，许淑妍正狠狠瞪着你，心里把你骂了800遍暴力狂。不就是陈志豪打飞了你一只柠檬鸡，你差点把人淹死在汤里。他认定你以后肯定会家暴，要不是他妈乔姨硬吩咐，他死都不会拉你回家。旁边的姜糖倒是对你兴致勃勃，一路上问东问西，你大多随口敷衍过去。车子刚停在独栋别墅前，雍容华贵的乔姨早就带着老管家等在了门口。许淑妍一下车就扑过去，满脸委屈打小报告：“妈咪，下次别让我干这种事了。这个宁晨就是个暴力狂。”乔姨笑着摇头：“瞎说什么？小陈是个老实本分的孩子，爱运动又阳光，他就是装的。”你拎着打包的饭菜走过去，笑着开口：“乔姨，好几年不见，您越来越漂亮了。”乔姨笑得合不拢嘴，连忙让管家接东西。旁边的姜糖忍不住笑出声：“乔阿姨，范伯，这不是礼物，是宁晨从饭店打包的饭菜。”乔姨愣了一下，随即笑得更欢：“好，节约粮食是好孩子。小陈，以后住这儿你就把淑妍当亲妹妹，多让着她点。”这话一出，许淑妍瞬间炸了：“妈咪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客厅里堆着你的几大包行李，许淑妍彻底崩了，她瘫在沙发上哭嚎，两条腿不停扑腾：“妈咪，你不是认真的吧？让我跟这个暴力狂住一起，我晚上怎么睡得着？”她转头拽住姜糖：“小糖，你快劝劝我妈，不然咱们俩以后都有危险。”姜糖也跟着开口：“乔阿姨，我和淑妍都是女孩子，突然住进来一个男生，确实不方便。”乔姨只是笑：“阿姨信得过小陈的人品，几人争执的时候，你压根没往心里去，正盯着院子打量，找那股灵气的源头。”许淑妍看你这副淡漠的样子就来气，冲你喊：“喂，你倒是说句话，别跟个哑巴一样！我不想你住进来。”你斜扫了他一眼：“我不叫魏，我叫宁晨，这里很好，我想住下来。”一句话给俩人整不会了。乔姨笑得更开心，转头问老管家范毅：“老范，你觉得呢？”范毅早就打量你半天，微微点头：“夫人说的是，这孩子成熟稳重，是个不错的。”范伯，怎么连你也帮他说话？许淑妍抱着靠枕哭得更凶。随后，乔姨把你叫到院子里，让你多让着点被宠坏了的许淑妍，还让你在学校多护着她点，说你常年登山攀岩，身子骨结实。你听得满头问号。许淑妍好看，在你眼里也就比普通人强点，跟小南天界的女修比起来，根本不够看。你活了2000年，人类的情感早就淡了，唯独记得当年家里落魄，是乔姨一笔笔钱帮你们家撑过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别墅底下藏着一口灵眼，哪怕快枯竭了，也还剩几丝灵脉，足够你先待一阵子。乔姨刚走，你就听见一阵凶狠的犬吠，抬头就看见许淑妍牵着一条缺了只耳朵的高大德牧，气势汹汹冲你过来。宁晨，我不管你怎么忽悠我妈的，你不能住这儿，你走不走？不走我放黑龙咬你了。名叫黑龙的德牧冲你龇牙咧嘴，凶相毕露，你答非所问。我住哪间房？没人安排的话，我就自己选了。你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？许淑妍气疯了，直接松开狗绳，指着你喊：“黑龙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”黑龙狂吠一声，撒丫子就朝你扑过来。下一秒，你只是冷冷瞪了他一眼，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德牧瞬间急刹车，夹着尾巴掉头就跑，一头扎进狗窝，发出嗷呜嗷呜的惨叫，跟见了鬼一样。许淑妍脸都白了，指着你话都说不利索：“你是不是害过人？不然黑龙怎么会被你吓跑？他可是跟军犬一起训练过。”你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总算聪明一点了。一声尖叫，许淑妍扔了狗绳，转头就往2楼冲。姜糖给你安排了2楼楼梯下的房间，你也不挑，直接住了进去，躺在床上，你才难得沉下心。泥丸宫破了，丹田也废了，元神肉身双双重创，在小南天界都难修复。好在你还有8000多年寿元，要么在地球找到修复的仙药，要么找机会重回小南天界。想着想着，你直接睡了过去，一觉到晚上9点，保姆早就来过。可许淑妍故意不让人叫你吃饭，还把你打包的饭菜全扔了，就等着逼你发火，好找由头把你赶出去。可你压根没接招，起身溜达着就出了门。2楼阳台上，姜糖看着你的背影，跟许淑妍说：“淑妍，他出门了，这么能忍。”许淑妍气得腮帮子鼓鼓的，那我们晚上把门锁了，让他睡大街去。紧接着，你溜达到大学城的美食街，进了一家李梅烧烤店，随便点了600多块的烤串。你一边看网络小说，一边慢悠悠撸串，不能修炼的日子实在太无聊，只能捡回高中的爱好打发时间。后厨那边，老板娘李梅正跟女儿苏婉婉念叨，说你看着瘦，没想到这么能吃。苏婉婉还嘀咕，怕你是来吃霸王餐的。俩人的话你听得一清二楚，却没当回事，继续看小说。没过多久，一伙染着5颜6色头发的混混踹门进来，店里瞬间吵得不行。苏婉婉脸色瞬间白了，拽着李梅的围裙就往后出躲。为首的混混马坤一脚踹开旁边的椅子，吵得你脑壳疼。你干脆用真气封了听觉，继续看小说的精彩桥段。可麻烦偏偏要找上门，马坤一群人不仅当众调戏李梅，张口就要涨4000块的管理费。李梅跪地求饶都没用，转头又盯上了跑出去追账的苏婉婉，抢了他的钱，还动手动脚。苏婉婉急得快哭了，求助的眼神看向你，可你连头都没抬。直到马坤伸手就要抢你放在桌上的手机，你终于抬了眼，冷冷一句：“你干嘛？”马坤正要发飙，李梅赶紧跑出来打圆场，结果被马坤一巴掌甩在脸上，恶狠狠地逼着他交管理费，还扬言要让苏婉婉认他当干哥哥。李梅当场就跪下了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你终于合了手机，抬眼问老板娘：“我这些多少钱？”你只想付完钱走人。
回去把小说看完。苏婉婉红着眼眶，哽咽着说：“一共530块，你刚要扫码付款。”马坤抡起巴掌就朝你脸上扇过来，嘶吼着：“我让你扫了吗？”下一秒，你反手攥住他的手腕，轻轻一捏，咔嚓一声脆响，他的腕部筋骨直接受损，疼得他倒在地上嗷嗷惨叫，满地打滚。收银台的到账播报声同时响起，支付通到账530元。苏婉婉整个人都懵了，这人一边把人腕部筋骨捏断，一边还淡定把钱付了。付了，你把手机揣回兜里，转身就要走，给我拿下他！马坤躺在地上，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。5个混混瞬间抄起家伙，面目狰狞的朝你冲过来。你皱着眉骂了一句烦不烦，抬手就是一耳光，快如闪电的一巴掌，接连抽在5个混混脸上，啪啪啪啪啪5声脆响，10几颗带着金色液体的牙齿当场飞了出去。5个混混齐刷刷倒在地上，捂着腮帮子疼得嗷嗷哭，牙床都被打脱了。等苏婉婉和李梅回过神，你早就走出了店门，你只想快点回家，把剩下的小说看完。等一下，十字路口，苏婉婉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，撑着膝盖大喘气，看着你走路的速度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你是运动员吗？怎么走得这么快？想道谢就不必了。你丢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2000年的时光，你早就见惯了这种事，也受够了救了人之后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依赖。晚上10点多，你拎着几大袋菜，慢悠悠走回玫瑰园。要是捅了2下，门被反锁了，你也不恼，指尖勾出一缕真气，瞬间捅开了门锁。客厅里，江棠正跟许淑妍念叨：“淑妍，咱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？过分什么？他可能害国人为，我怎么能跟害人的人住一起？”许淑妍捧着奶茶，坐在沙发上打游戏，手一抖，奶茶全洒在了新睡衣上。她嫌麻烦，直接把睡衣脱了下来，让江棠帮她扔去洗衣机。就在这时，你推门走了进来，四目相对的瞬间，许淑妍的大脑直接宕机，门明明反锁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，不准看！她尖叫着抱住身子，背过身去。江棠也慌了神，俩人打闹间，客厅里乱作一团。嗨嗨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轻咳一声，转身钻进了厨房。紧接着，江棠下楼找你要房租，本来是许淑妍吩咐的，1个月要3万，逼你走人。可刚到楼梯口，他就被厨房飘出来的奇香勾住了脚。哇，好香！你还会煲汤？他探着脑袋往厨房看，要不要一起喝点？你对这个姑娘还算有好感。好啊，他瞬间把要房租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喝了一口汤，差点把舌头都咽下去。这可是你用17味中药熬的药膳，也就凡间的鸡差了点意思，不然味道绝不止于此。喝完汤，江棠一脸满足的回了房，刚到门口就被许淑妍堵了个正着。江棠，你这个叛徒！第二天，劳斯莱斯一路开到青州大学校门口，许淑妍坐在车里，从后视镜里瞪了你10几分钟，眼睛都快瞪酸了。你终于开口，昨天我不是故意的。闭嘴，不准说不准说。他瞬间捂住耳朵，脸涨得通红，羞愤欲绝。前排的司机听得满头是汗，这话的信息量实在太大了。你靠在椅背上，淡淡补了一句：“放心，我们不会一直住在一起的，我保证。”你心里早就有了计划，那最好。他抱着胳膊扭过头，脸蛋依旧晕红。10分钟后，你坐的劳斯莱斯库里南刚停在青州大学门口，就引来了满街侧目。率先下车的许淑妍赚足了回头率，香槟色卷发配着学院风短裙，韩式妆容衬得五官精致亮眼。跟在他身后的江棠，一张天使脸配着惹火身材，也分走了大半目光。只有你揣着手机边走边刷小说，时不时打个哈欠。昨晚有人溜下楼偷喝你的鸡汤，吵得你半宿没睡好。进校门没走几步，5、6个男生围上来搭讪，全被许淑妍和江棠干脆利落的拒。下一秒，许淑妍突然驻足，转身就冲你发难：“喂，你能不能不要一直跟着我？”你一脸无语：“谁跟着你？这条路是去教学楼最近的，我不走这儿走哪？那你离我远点，烦人！”许淑妍傲娇的扭过头，拉着江棠快步往前走。你低声吐槽了句有病，懒得跟他计较。淑妍，你怎么这么讨厌宁晨啊？昨天他又不是故意的。江棠边走边替你辩解，不料直接戳中了许淑妍的痛点。哎呀，不听不听，小唐，你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，我要彻底忘掉。许淑妍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江棠刚想笑，下一秒就笑不出来了。一个染着黄毛的青年拦在了他们面前，脸上挂着油腻的笑，正是陈志豪。陈志豪，你不是清大的，来这儿干什么？江棠皱起眉，不是清大的就不能来逛我。陈志豪手插裤兜，脸上被基于刺划的伤口还结着疤，眼里全是戾气。他今天还带了3个混混小弟，一脸邪笑的把两人围在了中间。许淑妍压根不想跟他废话，拉着江棠就要走，却被他步步堵死，说：“宁晨那个乡巴佬在哪？说了我就让你们走。”陈志豪咬牙切齿放狠话：“今天老子非好好教训他不可。”许淑妍话到嘴边，愣是没把你就在身后的事说出口。再混蛋，你也是妈妈闺蜜的儿子，真被打出事了没法交代。就在这时，江棠眼珠一转，突然指着陈志豪身后惊呼：“呀，宁晨！”陈志豪果然上当，猛地回头：“哪儿呢？志豪哥，他耍你！”小弟赶紧提醒，陈志豪气得一巴掌拍在小弟后脑勺，带人就冲了上去。两人在人群里一通穿梭，很快就在人工湖的长椅上找到了你。你正翘着2郎腿刷小说刷得正起劲，宁晨，快跑！江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陈志豪带人来找你报仇了。陈志豪，谁啊？你元神受损后，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压根记不住，直到看见气喘吁吁冲过来的陈志豪，才终于想起来，就是那天差点被自己淹在鲫鱼汤里的富二代。宁晨，你个混账东西，给我打！陈志豪一看见你，眼睛都红了，招呼3个小弟就冲了上来。小心啊！许淑妍吓得尖叫出声，仿佛已经看见你被摁在地上打的样子。可下一秒，扑通扑通扑通，3声闷响接连响起，3个冲上来的混混被你一脚一个全踹进了人工湖里，瞬间成了落汤鸡。有个想爬上来，又被你补了一脚踹了回去。周围瞬间围满了看热闹的学生。宁晨，老子拿下你！陈志豪气疯了，抄起一块板砖就从你身后偷袭。你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，侧身一闪，扑通，陈志豪刹不住脚，直接一头扎进了湖里，扑腾着大喊救命，说自己不会游泳。周围没人动，只有你动了。你单手伸进水里，直接把100多斤的陈志豪从湖里拎了起来。围观的学生全看傻了，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你要把他救上来时，你胳膊抡远，直接把他扔出去5、6米远。走你！许淑妍和江棠当场石化，围观的学生集体沉默。幸好湖里3个小弟会游泳，陈志豪灌了一肚子湖水才被捞上来，而你早就转身走了。小唐，你信不信？这家伙绝对不是普通学生，肯定是混社会的。许
许淑妍远远跟着你，嘴里还在嘴硬，不知道，但他刚才好帅啊！姜糖双手捧脸，满眼都是崇拜，帅，他才不帅呢，一点都不帅。许淑妍打死都不肯承认，这个土鳖刚才那一下确实帅到他了。你把两人送到艺术系教室，脸上写满了不耐烦，你们俩低调点，别惹麻烦，我可不是你们的保镖。姜糖立马进了个歪歪扭扭的脸。好嘞，大力哥，你一头黑线，大力哥是什么鬼？你力气那么大，我以后就叫你大力哥了。你懒得跟他掰扯这个称呼，临走前又补了一句，记住了，别惹麻烦，我最讨厌麻烦了。本小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凭什么听你的？许淑妍抱着胳膊，一脸不爽，要不是乔一拖我才懒得管你。说完你转身就走，谁要你管了？混蛋！许淑妍冲着你的背影嚷嚷，气得直跺脚。你摇了摇头，心里吐槽，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做这个动作很可爱？一路溜达，你到了医学系的教室报道，平平无奇的你没引起任何人注意，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就掏出手机继续刷小说。哥们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刚看10分钟，前桌一个戴眼镜的小胖转了过来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方涛，你叫我方小胖就行。宁晨，你头都没抬。宁晨，你投票了吗？方小胖笑得一脸猥琐。校园论坛评校花，难道你不想看看？咱们班就有一个候选人。他往前指了指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生正被同学围着，脸红红的，满眼害羞，真没兴趣。你觉得还是小说有意思？活了2000多年，什么样的道理没见过？再好看的女人，看久了也就那样，你就装吧。方小胖一脸鄙视，转头就跟邻座的大高个聊了起来。那大高个叫张大春，农村出身，看着憨憨的，一听能看校花，立马掏出手机登了论坛。这就是许淑妍，哇，果然漂亮，比明星还好看。张大春盯着手机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明星？人家许淑妍是许氏集团的千金，徐景山是他爸，人家才不屑当明星。方小胖推了推眼镜，徐景山那个经常上电视的大企业家。张大春吓了一跳，那可不，许氏集团市值几千亿，人家要颜值有颜值，要钱有钱，综合条件直接碾压其他候选人。许淑妍很漂亮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听着两人舔了半天，你实在忍不住插了一句。方小胖和张大春当场愣住。宁晨，你这也太能装了吧？许淑妍这都不叫漂亮，那世界上还有美女吗？方小胖撇撇嘴，就是这颜值进娱乐圈，分分钟火遍全网。张大春跟着附和，我真觉得一般，顶多白点。你叹了口气，两人看你的眼神跟看装杯饭似的，转头就不搭理你了。你乐得清静，继续低头刷小说。没过多久，教室门被猛地踹开，一群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为首的是个浑身腱子肉的壮硕青年，双手叉腰，一看就不好惹。鹏哥，就是他，浑身还湿漉漉的陈志豪，一眼就锁定了你，指着你嘶吼，就是他把我扔进湖里的。教室里瞬间一片哗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你身上。前排那个清纯女生也猛地转过头，眸光一亮，而你正看到小说的精彩处，被这么一打断，瞬间没了兴致。方小胖和张大春更是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你，在他们眼里，你就是个沉迷小说的闷骚男。谁能想到，你第一天报道就敢把人扔进湖里？就你叫宁晨，听说你很猖狂啊！壮硕青年大步从讲台上走下来，一脚踩在你的桌子上，发出一声巨响，新生们吓得纷纷往后躲。张大春看着壮士，骨子里正义感拉满，当即开口：“这位学长，你干什么？”啪一声脆响，壮硕青年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，1米8几的张大春被抽的一个趔趄，扶住桌子才没摔倒。我是散打社的赵立鹏，滚蛋！这话一出，教室里的新生瞬间变了脸色。赵立鹏，散打社核心成员，市级散打冠军啊！我的天，是冠军？那宁晨不是输定了？周围的学生窃窃私语，满脸担忧。小胖子，你也想试试？赵立鹏放倒张大春，又冷笑地盯着方小胖。方小胖吓得腿都软了，话都说不连贯。啪，又一记响亮的耳光响起，方小胖吓得紧闭双眼，却没感觉到半点疼痛。所有人都看傻了。陈志豪捂着火辣辣的脸，躺在地上嗷嗷直叫，嘴里疯狂放狠话质问赵立鹏，一口金色液体混着半颗碎牙吐了出来。我不知道啊，不是我。赵立鹏盯着自己的右手，连连后退，一脸见鬼的表情。散打社的成员也全懵了，面面相觑。鹏哥这是练武练走火入魔了，敌我不分了。不是你，难道是鬼啊？所有人都看见是你动的手，你还坐在原位。说话间，放在桌子底下的右手食指轻轻勾了一下，真不是我。赵立鹏刚吼完，右臂突然不受控制的抡圆，一记后手拳狠狠砸在了刚爬起来的陈志豪脸上。陈志豪刚止住渗液的鼻子，当场又开了花，金色鼻液直接喷了出来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，嘴里还在含糊不清的骂着：“这什么情况？我练个散打也能走火入魔？”赵立鹏彻底崩溃了，抬手就对着自己的脸狂扇耳光，啪啪作响，嘴角都溢出了金色液体。你耸了耸肩，一副这是跟我没关系的样子，伸手把张大春扶了起来。这大高个能处，有事是真傻。老师，就是他，他要打我们班的人，你们快过来！这时，前排那个清纯女生带着2个老师冲了进来，结果一进门就看见赵立鹏在那儿疯狂扇自己耳光，一脸崩溃和恐惧。女生当场就懵了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2个老师很快就把散打社的人全带走了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女生走到你面前，一脸关心，你这才认出来，这不是昨晚烧烤店老板娘的女儿苏婉婉吗？苏婉婉双眸发亮，刚想跟你多说2句，辅导员突然走了进来，他只能悻悻地回了座位。辅导员姓王，慰问了你几句，就宣布了明天军训的事。等他讲完，苏婉婉立马回头找你，却发现座位早就空了，你人已经走了。你找了个僻静的地方，刷了一下午小说，晚上才晃悠着去校外的美食街吃饭。刚走到李梅烧烤店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叫骂声，几个凶神恶煞的混混正围着李梅和苏婉婉母女逼问你的手机号。带头的马坤顶着一双斗鸡眼，语气里全是威胁。不行的，坤哥，顾客的联系方式是隐私，我真的不能给你。李梅满脸哀求，你就放过我们娘俩吧。狗屁隐私，那小子把我打成这样，我要不拿下他，以后还怎么混？马坤指着自己的斗鸡眼。
眼放了狠话，要么今天我把你这店砸了，要么把那小子的手机号交出来，你自己选。苏婉婉咬着唇，心里正挣扎着要不要说点什么，你的声音突然从店门口传了过来，你们在找我。混混们齐刷刷转过头，就看见你穿着一身运动服，双手插兜，一副学生模样，慢悠悠的走了进来。好小子，你还敢出现？马坤指着自己的斗鸡眼怒声嘶吼，这玩意儿医院都治不好，说是不是你捣的鬼？对，就是我干的，有什么冲我来？你坦然承认。扫了一眼屋里的10个混混，你们一起上，别浪费时间，我饭还没吃。马坤当场就炸了，从腰间掏出甩棍，带着10个兄弟就冲了上来，店里瞬间桌倒一翻，碗碟碎了一地。宁晨，别逞强了，快跑啊！苏婉婉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拼了命的大喊，这可是10个持械的混混，一个人怎么可能打得过？可下一秒，他就看见了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画面。你一拳撂倒一个，甩棍砸在你身上，你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2个眨眼的功夫，10个混混全躺在了地上，疼得嗷嗷直叫。我是青州大学散打社的，我叫赵立鹏，别让我在这条街上再看见你，不然见一次揍一次。说完，你飞起一脚，把这些混混像垃圾一样全踢出了店门，然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，开始点餐。李梅和苏婉婉全看傻了，水月街治安差，他们见多了打架，可从来没见过这么能打的，一个人打10个持械混混，跟玩似的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我刚才看见棍子砸你身上了。苏婉婉连忙跑过来，满脸担心。我没事。你应了一声，转头问李梅，你们家除了烧烤，炒菜也有吧？苏婉婉当场就无语了，这人刚打完架，居然满脑子只有吃饭。有，小伙子你想吃什么？阿姨给你做。李梅连忙应声，转身进后厨前，还给苏婉婉使了好几个眼色。而此时，医院里被打进医院的混混们正躺在病床上哀嚎。坤哥，那个叫赵立鹏的也太猛了，我这胳膊3个月都动不了。一个绿毛混混疼得龇牙咧嘴，没想到那小子是个硬茬。马坤脸肿成了猪头，一双斗鸡眼里全是怒火，一口咬定你练了金钟罩，不然甩棍抽上去不可能毫无反应。几个小弟瞬间变了脸色，不行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得给肖哥打电话。马坤说着就拨通了水月街扛把子白潇的电话。电话一接通，白潇听完来龙去脉，当场就破口大骂，骂他们一群废物，连个学生都搞不定。肖哥，真不怪我们，那小子真练过金钟罩，硬得跟铁块似的。马坤满脸委屈，那小子现在在哪？我派阿豹阿郎过去。白潇的声音瞬间冷了下来，豹哥，狼哥。马坤吓了一跳，连忙报了李梅烧烤店的地址。烧烤店里，你风卷残云的吃着，餐盘落了老高。苏婉婉看着你，实在忍不住开口，你怎么这么能吃？你嘴里塞着肉，含糊道，你管我？我又不是不付钱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这么吃会把胃撑坏的。苏婉婉连忙解释，你又抓起一把肉串，听说过大胃王吗？苏婉婉点点头，和我没关系。苏婉婉满头黑线，直到吃了1000多块钱的东西，你才终于停了下来。再吃下去，该被当成怪物了。你刚要扫码付款，李梅连忙拦住你，小伙子，这2天多亏你帮忙，这顿饭阿姨请你，不用，你心里清楚，她是想求你照着他们母女俩。可你最讨厌的就是麻烦，要不是他家烧烤味道不错，你根本不会来第2次。付完钱，你转身就走了，留下母女俩满脸失落。走在路上，你开始琢磨正事，照你这个吃法，老妈给的2万块生活费根本撑不了多久，去哪儿弄点钱呢？点石成金，弄座金山，还是练点法器高价卖了？再不济，找几个寿元将近的富豪帮他们延寿。可这些事都要耗灵气。你叹了口气，突然一个急拐，走进了一条漆黑的巷子。人呢？左边追，2个穿黑色风衣的男人立马跟了上来。刚进巷子，你的声音就从黑暗里传了出来，找我的，居然被发现了。2个风衣男诧异的对视一眼，宁晨是吧？能发现我们的跟踪，果然是练家子。你双手插兜，语气平淡，有事说事，谁派你们来的？小子，这话该我们问你。左边的风衣男掀开兜帽，露出一张满是刀疤的脸，正是白潇手下的金牌打手陈子豹。四海帮、青龙会、虎门。说你是哪边的？陈子豹从怀里掏出一把匕首，锋刃闪着寒光。你先是叹了口气，然后一本正经地说，我来自纯阳无极宫。陈子豹当场就怒了，骂你扯什么玄幻小说，嘶吼着要给你点颜色看看。豹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抓回去毒打一顿，看是他骨头硬还是棍子硬。说话的是陈子豹的哥哥陈子郎，身材魁梧，话音未落，就像一支利箭似的冲了过来。你一眼就看出来，这人的身体素质比之前的混混强了10倍不止，可离最低的练气期还差了10万8千里。你迎面就是一脚，陈子郎根本没料到你速度这么快，结结实实挨了一脚，胸口筋骨当场受损，口中金光直接喷了出来。哥，陈子豹大吃一惊，持刀就冲了上来，你不闪不避，伸手就把匕首夺了过来，当着他的面，手指一捏，金刚匕首直接被你揉成了一团铁。陈子豹当场就吓傻了，话都说不连贯，你还不如你哥呢。你语气冷淡，右手食指轻轻一勾，一股半透明的真气丝线从指尖渗出，缠在了躺在地上的陈子郎身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陈子郎突然僵硬的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不听使唤，当场就慌了。哥，你怎么了？豹子，快躲开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这什么情况啊？陈子郎一边喊一边挥起拳头，狠狠砸在了陈子豹的脸上，噼里啪啦一顿乱打。2兄弟跟提线木偶似的扭打成一团，互相把对方揍得鼻青脸肿，脑震荡都快打出来了。你扭头就走出了巷子，顺手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我要报警，这里有人打架，打得可凶了，太吓人了。一路溜达回玫瑰园别墅。让你意外的是，许淑妍的老爸许景山来了。客厅里，许淑妍正粘在沙发上，扭着肩膀跟许景山撒娇，一口一个爹地，嗲得跟3岁小孩似的。一看见你进门，许淑妍立马收起笑脸，板着脸翘起腿，瞬间恢复了高冷大小姐的模样。你就是宁晨。许景山从客厅走过来，一双樱目上下打量着你，身后的管家范毅寸步不离。许叔叔好。你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，我听说今天的事了，小陈，谢谢你替淑妍解围。许景山笑得一脸和善，你妈妈和淑妍妈妈是好闺蜜，我自然也希望你和淑妍能成为好朋友。爹地，我才不想和她成为好朋友。你还没开口，许淑妍就嗲着嗓子喊了起来，我也不想。你点头附和。许淑妍气得抓起一个靠枕就朝你扔过来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想做本小姐朋友的人，从这里能排到校门口，放心，最多3个月，我们就各走各的。你歪头躲开靠枕，什么各走各的，搞得我跟你谈恋爱一样。许淑妍气得挥舞着小拳
拳头。好了，徐景山苦笑一声，把你叫到了院子里，从亮堂的客厅走到昏暗的院子里。男人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，脸色冷了下来。你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开口道：“许叔叔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”好，徐景山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。宁晨，其实最开始我并不赞同你搬进来。舒言是我许家的掌上明珠，和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同住一个屋檐下，这事传出去，青州的圈子里会炸开锅。所以我要告诫你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不准外传你住在这里的消息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赶我走？你问道。2个原因，那人很喜欢你，甚至想撮合你和舒言。徐景山语气斩钉截铁。当然，这就是天方夜谭，你不用往心里去。其次，舒言跟我说你力气很大，练过。练过。你点了点头。老范也练过，李氏8级，敢不敢和他过2招？徐景山问道。这个问题你得问他。你看向一旁的范毅。徐景山和范毅对视一眼，都笑了。小伙子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范毅背负双手，笑眯眯地看着你。听说过内劲吗？内劲没听过。你摇了摇头。范毅心里暗暗摇头，连内劲都没听过，看来就是个普通的武术爱好者罢了。下一秒，他腾出左手，五指微拢，就这么对着虚空猛地一抓，咔嚓，院子里的银杏树被一掌拍出5到半寸深的指痕。范毅背着手，语气倨傲：“这就是内劲，只有经营武道数十年的武者才能锤炼出来。这种境界叫武将，古代能冲锋陷阵，以一当百。他笃定你这个姓宁的小子，铁定吓得魂飞魄散。可你只在心里嗤笑一声，这不就是内力？但你忽然对现代古武起了点兴趣，抬眼问范管家：内劲之上还有什么境界？”范毅愣了愣，没料到你没被吓住，心里暗赞你心性沉稳，嘴上却依旧端着架子。年轻人别好高骛远，内劲武将已是万里挑一，放在古代，中个武状元都不在话下。要修成我这样的内劲，先得修成外劲，就算是上等根骨，也要10年苦功。你听得心里直翻白眼，这老头废话是真多。紧接着，徐景山压低声音凑过来：“老范到底怎么样？董事长他能当小姐的保镖，对付一般小混混没问题。”范毅给出结论。徐景山点点头，转头看向你：“给你个任务，在学校保护舒言，就像今天那样，能做到吗？”你差点笑出声，让一个元婴期大修士去保护一个女学生，这主意可真够有创意的。这就是你留下我的第2个原因。没错，徐景山算盘打得噼啪响。这样一来，我不用和那人吵架，你也能留下来，2全其美。除此之外，我给你开1万块薪水。你这个年纪的男生应该都很缺钱吧？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，许叔叔还是另请高明吧。你撂下话转身就走，让你保护许舒言，光是和他住一起，你都要窒息了。身后的徐景山脸瞬间僵住，范毅也直摇头。许氏集团是青州前10的大企业，许家更是江南有名的豪门，这跨越阶层的机会摆在面前，你居然说不要就不要？他们只觉得你这年轻人简直不知好歹。与此同时，清大附一医院的病房里，白潇看着病床上插着氧气管昏迷不醒的陈子昂2兄弟，脸色阴得能滴出水来，竟然把我的2个得力干将搞成这个样子。他咬着牙，一字一顿：“赵立鹏，不管你是什么来头，我白潇要你付出代价。”旁边染着酒红色头发的王银花凑上前，低声汇报：“萧哥，查清楚了，这个赵立鹏确实是青州大学散打社的主任，父母都是普通人，没背景，就一个当教导主任的舅舅。”白潇当场爆了粗口，满脸戾气的吩咐：“银花，给我摇人，一个不行就10个，10个不行就20个，50个，100个，我就不信姓赵的这小子是超人，不把他拿下，我白潇以后不用在西城区混了。”王银花皱了皱眉，还是点头应下：“好的，萧哥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让兄弟们准备好。”紧接着就是开学日，许舒言起了个大早，下楼时刻意把脚步踩得震天响，就想吵你睡觉，结果发现你房间早就空了，人已经出去溜达了一圈。到了学校，许舒言让你在校门口先下车，自己和江棠去了地下车库，你乐得清闲。新生训话大会一结束，军训直接拉开序幕。你有无数种办法躲开军训，但一开始觉得没必要，直到40分钟军姿站完，教官一声令下，时间到，休息20分钟。临床2班的学生瞬间瘫了一地，哀嚎声一片。年轻教官扫了一圈，满脸不屑：“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太养尊处优了，连40分钟军姿都站不了，真没用。”这话一出，班里一个叫黎炫明的短发男生当场不服，举手站了起来，梗着脖子：“教官也不能一概而论吧？站军姿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我每天健身打篮球，身体素质跟你不相上下。”年轻教官笑了：“是吗？你叫什么？”黎炫明。年轻教官笑了：“敢不敢比一场？”“好啊，比什么？”黎炫明瞬间来了劲，赢了教官就能在全班出尽风头，就算输了也不丢人，就比俯卧撑。没问题，2人并排撑在地上，规则很简单，谁先撑不住谁就输了。附近班级的人听说有学生跟教官比赛，呼啦一下全围了过来。一开始黎炫明还能跟上节奏，可80个之后动作就开始变形，100个大汗淋漓，120个全身抖得跟筛糠一样。他一抬头，人直接傻了，那教官居然全程在做单臂俯卧撑。黎炫明红着脸爬起来，输得一塌糊涂。年轻教官拍了拍手，扫过全场，还有没有不服的？可以出来练练。班里鸦雀无声，黎炫明这种又高又壮的都输了，谁还敢上去找面？结果教官又补了一句：“要是赢了我，军训直接免了。”你眉毛一挑，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可就来兴致了。教官刚要喊继续训练，你忽然举起了手，那个教官，我想试试。唰的一下，全班50双眼睛全定在了你身上。黎炫明当场就笑了，在他眼里，你干干瘦瘦，一点肌肉都没有，连他都不如，也敢挑战教官。班里瞬间窃窃私语，有人认出你就是昨天惹的散打社赵立鹏的人，惊讶你居然连教官都敢挑战，你想挑战我？年轻教官上下打量着你，满脸不信。你确定？教官，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？你盯着他，赢了你就不用军训了。算数，当然算数。教官满脸自信，不过你得先赢了我，那就行。你放下心，直接出列。和教官并排撑在了地上，他能赢教官，我直播吃奥利给。黎炫明跟同寝的男生赌咒，旁边女生也大多觉得你必输无疑，只有苏婉婉轻轻点了点头，小声说：“我相信他可以，他见过你暴打马坤那群混混，轻描淡写的样子，就算是当兵的也未必做得到。”技术开始，你和教官一开始都是双臂俯卧撑，节奏稳得很，数量过了50，教官直接换成扇臂，心里冷笑：“小子，跟我比这个你还嫩了点，我可是我们连队俯卧撑记录的保持者。”结果下一秒，他就看见你也换成了单臂，5根手指一根接一根收起，最后
只留一根小拇指杵在地上，飞快地做着俯卧撑，动作标准的离谱，怎么可能？教官当场就懵了，临床2班直接爆发出震天的尖叫，附近围观的班级也全炸了，连其他教官都惊得下巴都快掉了。黎炫明的脸涨得通红，像被人狠狠抽了10几巴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要不是怕把这群凡人吓坏，别说1指禅，5臂俯卧撑你都能做，几10个做完，你起身拍了拍灰。教官一脸愕然地看着你，像看个怪物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想都没想，直接套用黎炫明的话，我每天都健身打篮球，身体素质慢慢就练成这样了。教官扭头看向黎炫明，黎炫明气得牙都快咬碎了。教官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迈步就要走，等等。教官赶紧追上来，满头大汗的解释自己刚才只是开玩笑，不能真让你免军训。你当场就不乐意了，要不是他立了这个赌约，你才懒得出这个风头。事情最后闹到了总教官那里，总教官看着你，直接破格批准你不用参加军训了。等你走后，年轻教官一脸难色，总教官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其他学生有意见怎么办？有意见。总教官背着手不怒自威，他们谁能连做10个1指禅俯卧撑，谁也不用军训。这话我说的，你心满意足的离开训练场，溜达了一圈，换了衣服，去学校超市买了盒冰淇淋，边走边吃。路过篮球场的时候，你看见了许淑妍和姜糖，他们表演班正在这边军训，你挑了个阴凉的位置坐下，打算把冰淇淋吃完就走。你没多想，掏出手机玩了起来，没一会儿居然靠着树睡着了。迷迷糊糊间，你听见了赵丽鹏和刘迪的声音：“鹏哥，宁晨那小子有古怪，下回多叫点人，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上次是我练功出了岔子，下回再让我碰见，我非狠狠教训他一顿不可。”两人带着几个狐朋狗友，说说笑笑从你身边走过，压根没看见树荫下的你。可他们出了校门，还没走2条街，巷子里突然涌出来40、50个持械的混混，瞬间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天哪，鹏哥，什么情况？刘迪吓得一哆嗦，直接躲到了赵丽鹏身后。赵丽鹏也慌了，咽着唾沫强装镇定：“别慌，帮派斗争跟我们无关，我们装作没看见，偷偷溜走就行。”他带着人猫着腰想往巷口溜，结果40、50双眼睛齐刷刷的定在了他们身上，巷子里瞬间静得可怕。鹏哥，我怎么觉得他们都在看我呢？刘迪声音都抖了。你放屁！赵丽鹏刚骂了一句，一个穿花衬衫拎着开山刀的黄毛就冲上来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直接把他踹翻在地。就你叫赵丽鹏啊？听说你很能打，把我们帮会的豹哥和狼哥都击败了，牛逼啊！黄毛拿刀指着他的脸，不，大哥，你找错人了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赵丽鹏捂着渗着金色液体的鼻子，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。旁边的小弟直接从他兜里搜出了身份证，黄毛看了一眼，咔吧一声掰断，摔在他脸上。兄弟们，他就是赵丽鹏，给我拿下他！一声令下，56个混混一拥而上。不过几分钟，赵丽鹏就被打成了猪头，浑身10几处筋骨受损，连带着刘迪他们几个也全被揍了个半死。黄毛带着人扬长而去，转头就给白潇打了电话，牛逼哄哄的汇报：肖哥，搞定了，赵丽鹏那小子已经给我废了，至少在床上躺半年，明钻会所里。白潇瞬间就乐了，哈哈哈！好，杨凯，你小子有2把刷子，现在马上来明钻，我当众赏你。挂了电话，白潇搂着王银花，叼着烟冷笑，毕竟40、50号人都带了家伙，就是黄飞鸿叶问来了都得挨几个大比斗，更何况他一个大学生。王银花这才放下心来，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轻轻摇了摇你的胳膊，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宁晨，宁晨。”你恍惚间醒过来，揉了揉眼睛，才发现是苏婉婉。你心里暗叹，元神伤势太重，居然就这么睡着了。这要是在小南天界，不布阵法就睡在野外，早就没命了。你怎么睡在这里？苏婉婉白净的脸上满是关心，夕阳落在她身上，好看得很。没事，不小心睡着了。你起身伸了个懒腰，去你家吃饭吧。饿了。好呀。苏婉婉眼睛瞬间弯成了月牙，喜滋滋的跟在你身后，一起出了校园。校门口，许家的劳斯莱斯正好驶出来，姜糖一眼就看见了你，赶紧拍了拍许淑妍：“淑妍，你快看，是大力哥，他跟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。”许淑妍下意识看过去，正好看见你和苏婉婉说说笑笑的样子，没来由的一阵不爽，嘴硬道：“小唐，你以后看见他，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？他又不是什么大人，至于吗？”姜糖吐了吐舌头，心里门清，淑妍这分明是吃醋了。你和苏婉婉刚走到校外的美食街，就听见自家烧烤店里传来李梅的哭声，还有混混的狞笑。妈！苏婉婉脸色一变，拨开人群就冲了进去，你脸色也沉了下来。又是这群混混！李梅烧烤店里，以马坤为首的混混把店里砸了个稀巴烂，李梅坐在地上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臭婆娘！我告诉你，赵丽鹏那小子已经被我们肖哥废了，今后再也不会来帮你了。马坤扯着嗓子喊：“4000块管理费，下个月再掏不出来，有你好果子吃。”说完，他带着人就要走。苏婉婉气得浑身发抖，扑上去对着马坤又捶又打：“坏蛋，你太过分了！”马坤抬手就要给苏婉婉一巴掌，结果一抬头看见了慢悠悠走进来的你，当场吓得后退3步，脸都白了。我说你们这帮人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你双手插兜，一步步走过去。坤哥，这小子不是被凯哥打进医院了吗？旁边的混混懵了，你问我问谁去？马坤脸都绿了，他可是见识过你的厉害，赶紧点头哈腰的陪笑。嘿嘿，鹏哥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我误你的会。你一脚踹出去，直接把马坤从前门踹到了后厨，咣当几声之后，人就没了动静，围观的人全看呆了，一脚踢飞10几米，这简直是黄飞鸿在世，他们哪里知道你已经尽最大努力压制力道，不然元婴期修士的一脚，别说一个人，一条街都能给踢蒸发了。你看着地上跪成一排的混混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看来今天是要把事情一次性解决掉了。”半小时后，西城区最大的夜总会明钻会所，你压着头破血流的马坤，一脚踹开了帝皇包厢的大门。包厢里，杨凯正拿着话筒给白潇献歌，一群人正嗨得不行。门被踹飞的瞬间，全场瞬间安静。白潇、杨凯、王银花全都目瞪口呆的看着门口的你和马坤。你把马坤往地上一丢，目光扫过全场，哪个是？肖哥，我就是。你想干嘛？杨凯拍着胸脯对着话筒就吼：“你是肖哥，很好。”你一句废话都没有，身影一闪就冲到了杨凯面前，抬手就往他脸上扇巴掌，啪啪啪啪，每一巴掌都跟放鞭炮一样，又快又狠。等白潇和王银花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杨凯已经被抽成了猪头，金色鼻液狂喷，门牙都掉光了。可恶，拿下他！白潇怒吼一声，包厢里10几个混混，外面又冲进来10几个，一窝蜂的朝你扑了过来，噼里啪啦，不到
1分钟，包厢里就没地下脚了，满地都是躺倒的混混，不是筋骨受损就是失去行动力，要么直接昏死过去。茶几被砸得稀碎，满地玻璃渣，场面堪称惨烈。白潇瘫在沙发上，一脸震惊地看着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在找我吗？你早就看出来，他才是正主，你是赵丽鹏。白潇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不对，你不叫这个名字，杨凯被你骗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算你有点脑子。你话音刚落，人就消失在原地，再出现的时候，已经坐到了白潇身边。包厢灯光昏暗，你的身影快得跟鬼魅一样，肉眼根本看不清。缩在角落里的王银花，瞳孔瞬间放大，白潇吓得怪叫一声，转身就想逃，被你一只手死死摁在沙发上，动弹不得。我是什么人？你这样的小混混还不配知道？你语气冰冷，你只需要知道，我经常在李梅烧烤店吃饭，你要是再派小瘪三去打扰我吃饭，我就把你狗头打爆，听见了没？他愣在原地没反应，你抬手又是3个大耳刮子，抽得他金色鼻液狂飙，在沙发上嗷嗷惨叫。听见了，听见了。白潇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，头点得跟捣蒜一样。最近手头有点紧，再给我拿20万。你拽着他的衣领，语气不容置疑，快，银花转给他。白潇吓得魂都飞了，只想先把你这尊瘟神送走。王银花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，大哥，你银行卡号多少？我现在就给你转。当我傻了？现金？你扫了他一眼，转账会留证据。白潇转头就能以诈骗罪起诉你，你可不想惹这种麻烦。没一会儿，几个小弟就取来了20万现金，你揣上钱，临走前又警告了一遍，记住了，动李梅烧烤店就相当于砸我饭碗，小心我打爆你狗头，别以为我是在开玩笑。说完，你转身就走。包厢里，白潇看着满地狼藉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当场就咆哮起来，放狠话要让你付出代价。王银花小心翼翼地劝他，说你一看就是练家子，惹不起。白潇反手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依旧嘴硬，说要跟你来阴的。他没看见倒在地上的王银花，眼里闪过一丝恶毒。你回到李梅烧烤店的时候，几个混混已经把店里打扫干净了，你直接拿出10万块递给了李梅。小陈，你这是？李梅看着厚厚的一沓钱，吓得不敢接。你从哪儿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刚才去和肖哥讲理，他同意赔钱给你，以后也不会再来收管理费了。你随口扯了个谎，真的？苏婉婉眼睛瞬间亮了，收下吧，把店面重新装修一下。你把钱塞进他手里，揉了揉肚子，我饿了，有吃的吗？有，我马上去给你弄。李梅转身就进了后厨，手背偷偷擦了擦眼角的泪。你挑了个位置坐下，苏婉婉坐在你对面，水灵灵的眼睛里满是崇拜，俏脸泛红。宁晨，你太厉害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你别烦我就好。你冷不丁的一句话，直接把苏婉婉噎住了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满是委屈和不解。你没打算道歉？活了2000多年，你一眼就从他眼里读出了爱慕。感情是修仙路上最大的羁绊，这爱情的萌芽还是早点掐断为妙。正式开学后，临床2班的课程排得密密麻麻，可你一节都没听，每天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就是看小说。同班同学都觉得你疯了，学医不比别的专业，课业比高3还重。像你这样不听课不背书，期末铁定全挂。一节生理课下课，方小胖看着揣起手机就要去食堂的你，忍不住问宁晨，你这样不怕期末全挂吗？学医不就是背书吗？期末突击一下就好了。你说的云淡风轻，转身就出了教室。李炫明在后面冷笑，10几本书，看你期末怎么突击，等着挂科吧，糊涂小子。他们凡人永远想象不到修仙者的记忆力有多恐怖，更不知道你这个身怀绝世医术的神医，压根就瞧不上只有200年历史的西医。中午你去食堂吃饭，正排着队，忽然感觉到身后一道凶狠的目光，你扭头一看，是许淑妍。军训这7天，你天天在篮球场的树荫下吃冰淇淋玩手机，可把在烈日下暴晒的他气坏了。嗨，大力哥！姜糖在许淑妍身后冲你挥了挥手，周围的男生瞬间都惊讶地看向了你，你也冲姜糖点了点头。就在这时，食堂里突然传来一阵女生的尖叫，你循声望去，一个身材高大、面容俊朗的男生手捧篮球朝队伍这边走了过来，周围的女生瞬间叽叽喳喳起来。你才知道这是大3的邢旭飞，以前是校田径队的，家里很有钱。邢旭飞带着几个兄弟直接排在了许淑妍和姜糖身后，笑着跟许淑妍打招呼，学妹，你就是许淑妍吧？你很出名啊。许淑妍本来压根看不上这种体育生，可她一抬眼看见你看了过来，瞬间计上心头，抛给邢旭飞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学长，我是许淑妍，你好呀。你好，学妹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请你吧。邢旭飞瞬间受宠若惊，旁边的姜糖都看傻了，他顺着许淑妍的目光瞟了你一眼，瞬间就懂了，合着是想气你呢。许淑妍以为你看见他和别的男生聊得这么欢，肯定会吃醋，结果你打完饭菜转身就走，看都没再多看他一眼，可把许淑妍气坏了，心里暗骂你是个装模作样的混蛋，转头就对邢旭飞恢复了高冷脸，不用了学长，我自己有手。邢旭飞当场僵在原地，人都傻了。你找了个位置吃饭，没一会儿就发现3桌之外的许淑妍一直在盯着你看，你掏出手机给他发了条微信，你老看我干什么？许淑妍看见消息，脸瞬间就红了，手忙脚乱的回，谁看你自恋狂。发完消息，他气呼呼的直接把你拉黑了，就等着看你恼火失望的样子。可你压根没发现，安安静静的吃着饭。就在这时，一伙人凶神恶煞的冲进了食堂，一个剃着板寸头的魁梧青年拎着一个戴眼镜的男生，正好停在了离许淑妍不远的地方，扯着嗓子吼，快把那个宁晨找出来，我有事找他。好的，静夫哥。眼镜男吓得浑身发抖，岂有此理，出去比了几天赛，社里就发生这么大的事。魁梧青年双手叉腰，身后跟着一群彪悍的青年，杀气腾腾。许淑妍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本来还想看你笑话，可看着这帮人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瞬间就知道事情闹大了。把宁晨从黑名单拉回来后，他赶紧发去消息，喂，你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？他们找你麻烦来了，快从后门走。消息刚发出去2秒，旁边临床2班的眼镜男突然拔高声音，指着你冲身边的魁梧青年喊，静夫哥，他就是宁晨。知道了。叫江静夫的男人带着一群人径直朝你走来，沿途学生瞬间四散，没人敢拦，周围人低声议论，说他是散打社社长，拿过好几座市级冠军奖杯。江静夫走到你桌前，一巴掌狠狠拍在桌面，不锈钢餐盘里的汤溅得满桌都是。你就是宁晨，跟我过来，有事问你。你抬眼，最烦有人打扰吃饭，语气没半分波澜，有事就在这说。也行。江静夫往前凑了凑，我兄弟赵立鹏前几天被人打进医院，全身20多处筋骨受损，
你知不知道是谁干的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有点纳闷。江静夫当场掀了你的餐盘，饭菜撒了一地，指着你鼻子，火气冲得要炸。我都查清楚了，你惹了校外混混，故意报厉鹏的名字，是不是你干的？那也是他先找我麻烦。你语气依旧平淡，这么说你承认了？江静夫抱着胳膊冷笑，你抬眼，你想怎么样？周围瞬间鸦雀无声，几百号学生全看傻了。田径队的人私下嘀咕说你摊上大事了。清大除了鼓舞社那2位，没人敢惹江静夫。不远处的许淑妍头疼得要死，赶紧掏手机找相熟的老师。江棠在旁边急得团团转。江静夫本想当场动手，被小弟拉住，说食堂监控多，不如带回散打社活动室慢慢收拾。他压下火，双手撑着桌子，恶狠狠瞪你，小子，敢不敢跟我们去散打社活动室好好谈谈？带路！你起身就走。江静夫和一群小弟全愣了，没料到你这个新生这么爽快，随即冷哼着在前头带路。他心里早打好了算盘，食堂不好动手，到了自己的地盘，想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。紧接着，你被带进了学生活动中心的散打社活动室，门刚在你身后关上，反锁的咔嗒声未落，刚才带路的社员就一脚朝你屁股踹来，凶相毕露。你反手抓住他的脚踝，不等他反应，直接把他整个人抡了起来，像根棍子似的砸了出去。砰砰几声闷响，包括江静夫在内的6个社员全被这记人体流星锤砸飞，狠狠撞在墙上。江静夫骂骂咧咧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记正蹬直朝你面门踹来，你连躲都懒得躲，无视他的腿法，抬手就是一拳砸过去，没有半分花里胡哨的招式，没2下，江静夫就扛不住了，小臂肿得老高，脸上全是淤青。其他社员更是一拳就倒，要么筋骨受损，要么抱着肚子跪在地上狂呕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江静夫疼得嗓子都劈了，只觉得小臂骨铁定折了。你说不打就不打了，你反手一个耳光抽得他晕头转向。刚才在食堂，你不是挺横的吗？话音未落，你一脚踹出去，江静夫整个人像破麻袋似的飞出去，直接撞碎了反锁的活动室大门，门锁都被撞断，人滚到走廊上，疼得蜷缩成一团，视线都模糊了。而就在这时，2楼走廊上，一群人正众星拱月围着个穿白练功服的青年。刚在省赛拿了前3，即将保送龙湖武馆的鼓舞社大师兄段水流。楼下的巨响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他们看着滚出来的江静夫，又看着慢悠悠从活动室里走出来的你，全愣住了。你扫了一眼这群人，目光在段水流身上顿了顿，这小子身体素质摸到了淬体1重的门槛，在这灵气匮乏的地球也算难得。你没多在意，扫了2眼就准备走人。站住！一个矮个子男生冲上来拦住你，指着你厉声喝问：“你是哪个学校的？敢来清大踢馆，胆子不小。”我就是清大的。你语气平淡，你是清大的。矮个子男生当场就炸了，我是清大鼓舞社的，从来没听过你这号人物，嘴巴放干净点。你眉头皱了皱，临床2班新生宁晨。这话一出，全场都傻了。一个学医的新生，把拿过市级冠军的散打社社长，连带着整个散打社都端了，连段水流和他身边的温青兰都对视一眼，眼里全是震惊。这时，一个一瘸一拐的散打社员从活动室里爬出来，看见段水流，当场就红了眼，连滚带爬扑过去：“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可回来了！这事儿你不能不管。”段水流听完事情来龙去脉，眉头猛地沉了下来。清大所有跟舞沾边的社团，全以鼓舞社为首，他是全校公认的大师兄，这是不可能不管。他走上前，用带着欣赏的目光打量你，你身手不错，在哪学的功夫？我交大的。你语气里带着不耐烦。交大？哪个交大？青州还是滨海的？你是转校生？段水流没反应过来。啥呀？我姥爷交大的，你随口胡扯。段水流和温青兰当场语塞。段水流干笑2声，直奔主题，加入鼓舞社吧。华国上舞，舞者是最稀缺的人才，你这样的好苗子，再见。你摆摆手，转身就走。温青兰气得3步并作2步拦在你面前，我们清大鼓舞社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。你知道舞者平均薪资有多高吗？你当医生累死累活一辈子都赶不上舞者1个月挣的。你翻了个白眼，你就是来大学混日子，医生也好，舞者也罢，你一个都不想当。抱歉，没兴趣，借过。你伸手把他拨开，刚要走，背后突然袭来一阵劲风，鼓舞社的人瞬间激动起来。大师兄出手了！温青兰吓了一跳，想拦都来不及。段水流已是淬体1重，速度快得离谱，可你只是侧身，就轻轻松松躲开了他这一脚。回头看着他，语气冷了下来：“你干嘛？想挨揍啊？不错的反应速度。”段水流脸上露出欣赏的笑，殊不知这表情在你眼里欠揍的很。我这速度，同辈里没几个人能躲开。你再动一根指头，我把你也送进医务室，信不信？你指着他，语气没半分开玩笑的意思。周围的鼓舞社成员全笑了，纷纷起哄，说你太嚣张，练了点3脚猫功夫就不把大师兄放在眼里。温青兰也一脸嫌弃，觉得你身手是不错，可情商低的离谱，狂妄的没边。宁晨学弟，段水流忍不住笑了，你一个人端了散打社，我作为清大舞类社团的大师兄，可不能就这么放你走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懒得跟他废话，我们打一场。段水流笑了，他正好让这小子知道业余武术爱好者和持证正经舞者的差距有多大。行啊，你当即举起了拳头。不是在这儿。段水流看着你毫无章法的起手势，心里多了几分嘲讽，只当你是野路子。这里太挤，去武术馆，宽敞，能施展开，打个架都这么麻烦。你一脸不快，还是跟着他们往5楼的武术馆走。紧接着，你跟着段水流进了武术馆，馆里正在训练的社员看见段水流，全围上来打招呼，一口一个大师兄，恭喜他拿下省赛前3，保送龙湖武馆。你没理会这些，直接看向段水流，喂，还打不打？周围的社员全懵了，纷纷打听你是哪来的愣头青，敢这么跟大师兄说话。等听说段水流要跟你这个新生比试，全场瞬间炸开了锅。有人嗤笑说你这身板一招就得倒，只有温青兰皱着眉提醒众人，你们别小看他，他一个人就打垮了整个散打社，是个练家子。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，都等着看段水流怎么教训。没人注意到2楼观众席上，一个执仗的老者正坐着，静静看着擂台上的你俩。擂台之上，段水流
摆出架势，说要让你3招，还是你先动手吧。你懒得动，不然待会儿输了，你8成要不服气。台下瞬间哄堂大笑，我好几年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了。断水流冷哼一声，火气瞬间上来了，拳脚无眼，当心了。话音刚落，他后背一绷，筋骨间传出噼里啪啦如同炒豆子的炸响，整个人如同离弦的箭，又像一头蓄势已久的豹子，直朝你扑过来。这速度，普通人连反应都做不到，可在你眼里，慢得跟蜗牛没两样。摆这么多姿势，搞得这么花哨，我还以为你是金丹期呢。你随口吐槽一句，抬手就是一拳砸了出去，对付一个淬体异虫的，你连正经武学都懒得用。砰的一声闷响，这一拳精准砸中断水流的面门，他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，2道金色鼻液在空中划出弧线，重重摔在擂台外的地上，捂着鼻子嗷嗷惨叫。地上洒了一片金色液体，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傻了。清大公认最能打的男人，鼓舞社大师兄断水流被你一拳秒杀了，连2楼观众席的执掌老者都猛地站了起来，眼珠子瞪得老大。你意兴阑珊地走下擂台，径直往门口走。站住！温青兰慌慌张张叫住你，声音都在抖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真的是我们学校的新生，临床2班的，不信自己去查。你不耐烦地摆摆手，继续往前走。就在你转身的瞬间，身后又传来一阵劲风，是断水流。他接受不了大庭广众之下的惨败，居然偷袭你，偷袭偷上瘾了是吧？你彻底烦了，回身一把抓住他踢过来的脚掌，往反方向狠狠一拧，嘎嘣一声脆响，响彻整个武术馆。断水流的惨叫瞬间刺破空气，整个人抱着脚蜷缩在地上，疼的眼泪都出来了，扯着嗓子喊人叫救护车，放狠话这是跟你没完。一群社员慌慌张张围上去，手忙脚乱的打急救电话。你心里嘀咕了一句，这下清大应该没人再敢来惹我了吧？双手插兜，头也不回的走出了武术馆。可你刚走到学生活动中心门口，温青兰又追了上来，叫住了你。你等等！你不耐烦的转过身，就看见他身边站着个穿西装的老头，70多岁，手里拿着根花梨木手杖，满头银丝，正用复杂的目光看着你。路过的学生纷纷打招呼，一口一个老校长好。你瞪了温青兰一眼，合着这就把小报告打给校长了。执掌老者笑了笑，开口道：呵呵，想不到青州大学这届新生里藏了个外境大成的高手，不知小友从何而来啊？我就是个普通学生。你答道：普通学生能一招击败小段。老者眉头皱了皱，小段刚拿了江南省武道大赛青少年组第3，学校已经决定保送他进龙湖武馆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武道大赛，也不知道龙湖武馆，我就知道他很菜。你说的实话实说。温青兰气得脸都红了，可一想到师兄被你一拳秒杀，连偷袭都讨不到好，半个字都反驳不出来。小友，去我办公室谈谈吧。老者的脸色凝重起来，你刚才重创了小段的脚掌，这是比你想的严重的多，没有我从中斡旋，你的习武之路很可能就此断绝。说到底，你们年轻人下手还是太没轻没重，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倒要听听这个断水流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，干脆就跟着他走了。一路闲谈，你才知道这老头叫温月，是青州大学的上任校长，也是温青兰的爷爷，在青州地界的武道圈里威望极高。到了办公室，温月让温青兰给你泡了茶，就开始旁敲侧击问你的来历。宁小友，你这一身功夫没有画境大师指点，绝对练不出来，不知尊师是谁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你眼里闪过一丝久远的回忆，你好大的口气。温青兰放下茶杯，一脸不悦，我爷爷是鼓舞协会青州分会的常任理事，整个青州乃至江南地界的画境大师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温月笑而不语，显然默认了这话。我师父道号姚光。你开口道。温月和温青兰对视一眼，搜遍了脑子里的强者名单，都没听过这么1号人物，他们当然不会知道，姚光上人是小南天界纯阳无极宫的太上长老，元婴期巅峰的大修士，是你1500年前的师父。我师父是隐居高人，你们没听过也正常。你收回思绪，原来如此。温月点点头，转回正题。方才我看过小段的伤势，他右脚掌伤得不轻，没个半年养不好。他现在正是习武的黄金年龄，段家肯定不会轻饶了你。段家很厉害吗？你脸色依旧平静，你不是青州人。温青兰皱起眉，段家是青州豪门，势力和我们温家不相上下，门里豢养了不少武者，你这次麻烦大了。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赶紧找个靠山。你忍不住笑了，找谁？你们温家？你以为我们温家愿意收你？温青兰气得暴毙瞪你。段家和鼓舞协会关系极好，我们才不想惹这个麻烦。你不就是个外境大厂，牛什么牛？温月摆摆手拦住他，又看向你，小友，你小年纪就练到外境大厂，不如报名参加龙湖武馆的考核，一旦通过，我再帮你说说好话，你再认个错，没准段家就放你一马了。你摇了摇头，算了吧，太麻烦。温月当场语塞，温青兰彻底炸了，只觉得你不知好歹，爷爷明明是在救你的命，你却这副态度。你放下茶杯，慢悠悠站起身，谢谢温老好意，心领了。不用，小友，段家收留了不少江湖上的流浪武者，其中不乏手上沾过湿的狠角色。温月的话还没说完，办公室的门就被砸得梆梆响。温青兰和温月对视一眼，赶紧去开门。门口站着个满头大汗的眼镜老师，指着你急声道：老校长，不好了，段家来人了，是来找这小子的。保安快拦不住了，这么快？温青兰脸色一白，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你直接走出了办公室。小友，且慢。温月想叫住你，可你压根没理，径直往走廊尽头走。他气得跺了跺脚，赶紧追了上去。走廊上，你刚走没2步，就被一个精壮男子拦住。这男人40多岁，皮肤铜黄，一身腱子肉，尤其是一双脚穿着布鞋，踩在地上稳如泰山。他身后躺了一地的保安，个个捂着肚子哀嚎，爬都爬不起来。这位同学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宁晨的？男子开口，声音沉得很。我就是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语气平静，这么说，我家少爷就是你伤的。男子脚步一顿，眼睛眯了起来，杀气瞬间溢了出来。如果你家少爷姓段，没错，是我干的。你点了点头，好小子，够实诚。男子冷笑一声，脸上的肌肉都绷了起来。温月追上来，看见这男人，脸色瞬间凝重，厉声喝道：铁脚七，你敢来清大的地盘闹事，不怕武协再把你抓进去？温家老爷子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铁脚七脸上堆起假笑，温老爷子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奉家主之命来把这小子带回去，在青州大学就关我的事。温月手里的手杖狠狠往地上一跺，温老，这事确实不关你的事，你别管了，你直接拆了他的台。温青兰跟上来，听见这话，
差点当场气晕过去。铁脚七在江湖上闯荡20多年，一手戳脚功夫练得炉火纯青，手上有过战绩，是实打实的狠角色。你居然还把护着你的温月推开，哈哈哈哈！铁脚七当场爆笑，只觉得你不知天高地厚。温老，你听见没？这小子压根不领你的情，你也别废话了，你打断他，一脸不耐烦，要打就快点动手，在这儿啰嗦个没完了是吧？话音未落，铁脚七右腿高高抬起，脚背弓起，宛如一条蓄势待发的毒蛇，下盘稳如磐石，一看就是练腿几10年的高手。嗖的一声，他的脚如同出膛的子弹，直朝你胸口踹来，一出手就是杀招，显然想一招就把你废掉。可下一秒，他这一脚就踢了个空，你整个人如同凭空消失一般。不等他反应，他撑地的左脚就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，凄厉的惨叫瞬间响彻整个走廊。这个在江湖上闯荡20多年的铁脚七，抱着自己的左脚倒在地上，疼得满地打滚。他的左脚已经被你一脚踩烂，布鞋被金色液体浸透，筋骨尽损，成了一团烂肉。三脚猫功夫也出来丢人现眼，你冷冷开口，嫌他吵得慌，又补了一脚，直接把他踹得昏死过去。温青兰吓得尖叫一声，温月和旁边的老师都倒抽了一口冷气，满眼都是震撼。废掉一个外境大成的武者，你就跟踩死只蚂蚁一样，脸不红心不跳，这份从容和狠厉，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。你没理会他们震惊的目光，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学生活动中心。与此同时，网络发达，佛岭铁脚七被一个大学生废掉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江南五道圈。青州的段家私人庄园里，段家家主段荣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管家快步走了进来，低头汇报，家里铁脚七伤的比少爷还重，左脚掌筋骨尽损，神经坏死，下辈子都得拄拐杖了。好狠的小子！段荣眉头紧锁，查清楚了吗？这个宁晨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查清楚了。管家应声，他是东阳县人，现在在青州大学读临床医学。属下还查到，他和许家许景山的千金住在一起。许家，段荣猛地抬起头，眼里满是震惊。青州许家同样是顶级豪门，许景山执掌的许氏集团在青州能排进前10，势力和段家不相上下。